大家好，我是短剧制片人 Maggie，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4月第1周的上榜短剧评点。这次我们对榜单进行了全面升级，新增了红果短剧热榜的评选维度。虽然工作量翻倍，但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全面的市场观察，一切都很值得。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关注和支持哦。好了，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短剧之旅吧。我这边推荐的第一部剧叫做《青梅竹马之欢喜冤家》，它是本周的一个新上榜的剧，女频情感都市。它核心还是一个母亲逼婚的这么一个设定，但是这个男女是欢喜冤家这个设定还是挺有趣的。他们俩的开头相识，就是一个认为对方是变态，一个人就觉得对方像个母老虎一样，一直打来打去。就是他们是这么认识的，因为这个男孩也是被他的这个总裁的母亲去逼婚，结果他们俩误打误撞就成了一个假的情侣。他们后面就有各种比较搞笑的一些设定。但是呢，他们其实小时候是认识的，而且互相就是说了，我们以后一定要在一起。但是这个女孩后面也跟着妈妈走了，名字也换了。这个男孩呢，名字也换了，所以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互相没有认出来，就是这么新喜剧的设定。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吐槽，比如说吐槽这种什么事儿都不干的高管，或者说就是任人唯亲的一些领导。我觉得这个女孩表演倒还不错，感觉这女孩长得有点像李雪琴，瘦版的李雪琴。这个男的我感觉有点像韩庚，我仿佛我在看韩庚和李雪琴谈恋爱。这个女主她爸妈也是过来逼她结婚是吧？对，因为他妈逼他结婚，是一个又丑又老的一男的。感觉这个女孩的父母有一点想要卖她女儿的感觉。他们两个就因为互相打掩护，双方都有需求，就这样在一起。我感觉这样挺好的，就是两个人各有各的需求，各取所求吧。其实相对来讲还比较平等一点。这个女的看这个投流素材还挺聪明的，但是正常职场不太会有人跟老板这么叫板。啊，这个就不管了。我觉得这种各有所需的势均力敌的那种爱情吧，还蛮好的。这个已经是突破了98%的剧了，所以我是推荐这部剧，我还觉得挺好看的。下一部我推荐的剧叫《二嫁明月》，它是一部女频穿越古装剧。那它的设定呢，这个女孩是一个酒店的经理，她被杀了之后，她重生到一个娇妻小说里。她的这个角色变成了一个最后惨死在小说里的二小姐。改变命运呢，她就要改嫁一个瘫痪在床的一个王爷。这个王爷应该是得了病，在床上无法动弹，但是他其实是能够听到周围的声音的。我觉得比较有趣的点是在于，他穿越到小说之后，他会比较遵从于里面的一个设定，他会想方设法在这个世界里活下来，改变他自己惨死的这个命运。第二点，因为这个男主的设定是在床上无法动弹，就有这个女生霸王硬上弓的这个设定，就是还蛮搞笑的。关键是这个男的就说，我每次就这么一会儿，真是不行，等我醒了之后一定要怎么样，就是吐槽这个女的不太行。我觉得里边这个还挺搞笑的。这个王爷还在那块惦记着你别糊弄我们。糊弄我的啥？他害怕这个女的不是跟他儿子睡觉，是找别的男人给他的儿子戴绿帽子。我感觉他这是一个很标准的爽文的那个套路。为什么他这个才50名？他是因为受众太年轻，不符合付费端用户的画像标准吗？充值端我觉得整体都不太行。我觉得他典型的受众就是那种现实生活中比较喜欢雌竞，如果喜欢这类斗来斗去雌竞的是可看，但只是我个人不喜欢看这种剧。我也不喜欢你说的那种雌竞勾心斗角啊、宅斗这种，但是我还是把它给提到了推荐这个行业里边。一个是它的整体制作和演员选的都还行，设定上它上一辈子也是一个女谋士的那种设定。他去那女主丈夫说要杀他的时候，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太聪明了，所以我得杀了你。我对这个的设定的评价就是，再聪明的女人，她要是个恋爱脑也完犊子。两国之间有一个交互吧，一个外邦的人派了一个公主过来和这个太子大婚，带来了一个永生花。那个女公主的设定就是那个国家的很聪明的一个女孩，第一才女，
他们两个就是比琴棋书画，他们也是属于我输了我就认，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一个女孩，不是说像以前有一些恶毒女配的塑造输不起，所以我觉得她在另外一个女配的上面的塑造其实还是蛮好的，所以整体看下来我觉得她还是可以推荐一看的。那这样被你推荐的话，我觉得还是也这个有所改观，因为我前面可能看了1分半的头流素材，我觉得又是重活一世，我一定不怎么样这种套路。它的设定是把这个九皇子扶上位是吧？他没有扶这个九皇子上位。他重活一世的核心目的是什么？就重新选择了一个老公，改变上一世自己被杀死的命运。我觉得这个设定还是有点问题，其实如果要改的话，改得更好的话，他这辈子要有一个核心的目的，但核心目的不是说我不要过什么生活，这不是一个核心目的。我可以把一个九皇子扶上位，比如说他跟我的原老公是一个对手的这个关系，那我把这个老公扶上位，我通过我的聪明才智，在我的这个时代的这个限制框架下，我通过我的聪明才智，一些谋略也好，跟这个男的一起把他扶上位，我觉得这个设定会可能更好一点。首先我第一观感，我看这个题目我就觉得蛮有趣的，然后呢他的简介大概看了一下，应该他是穿越过来，他原来是一个公司的女老板，穿越到这个古代的村子里之后呢，就开始哐带着全村人挖一些野味儿啊，各种做生意嘛，就把这个村子当做一个公司去经营。这个村子应该本身比较穷，后面呢就是把它做起来了，把大家都做的都是富裕了，就是等于说带着全村炫肉这么一个故事。里边有小女孩，这小女孩演的还可以，有一点萌宝元素，是一个吸引眼球的因素，因为萌宝这个元素一直是比较吸引眼球的尤其是小孩演的比较好的情况下，就会有很多的女性的观众会喜欢看这种。它整个故事的话，我觉得在海外应该也没有什么这种所谓的文化差异，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观感应该不错。而且刚才看了一下，它是根据番茄的一个小说改的，所以一般有小说原著的这个剧本一般都不会差，而且尤其是爆款的剧本就更不会找一个普通的编剧去改，他一定会找一个比较好的编剧去改。而且因为小说嘛，它会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点，包括读者去看的时候觉得这个地方好玩，留言会比较多，点赞会比较多，那么这个数据会反馈到我们短剧的创作上来，这个东西也会成为一个短剧的素材，所以它的整个爆款的概率会比较高我是这么觉得的。这个剧它其实在榜应该算得上是挺长时间了吧，就是它一直排名不是很靠前，它一直都是这种中不溜的排名。你可以看看它这个时间，我推荐它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比较喜欢这种种田，就是正常的一个很小民的一个生活。它最开始的这个女主穿到这个小说里边，原小说的设定是一个整天压榨娘家，然后给自己丈夫去送东西去养她那个丈夫的一个人。等到这个女主穿进来以后呢，她知道这个结局是这个原小说中的女主家境不好嘛，然后她又觉得自己就是原小说的女主对自己的父母太差了，她觉得不能这样，她就是改变了所有人对于她的一个印象，带着他们全家开始发家致富，再也不是那个吸娘家血为丈夫的那个人了。它里边没有传统的那种反派，他们所有的矛盾点基本上都是基于这个女主曾经过往的一个恶人的形象产生了这么一个误解。我觉得整个成色是挺不错的这个剧，然后被你讲完话我也觉得挺好的。其实像这种古装的题材、农村的题材，然后种田种菜的题材，我觉得在海外也会很受欢迎。这个剧我觉得在海外应该会表现得不错，它不会是大爆款，上付费端吧可能不一定，但是你要上一些免费端，你让海外去看的话，我觉得是收视率应该不错。
还有2个28米，叫穿书后女配才是5个哥哥的真传宠，还有我给皇孙当后娘，他们其实是一个类型。我就把这个3个一个类型的剧挑出来了，这一部我觉得是看这里边最舒坦的一个，所以把它列为推荐了。第2部我就直接说了，我觉得这个剧是挺不错，而且这个小女孩演得特别好，她后边应该在其他的剧里面都有出现过，这个小女孩应该还比较热的一个小朋友。她应该是能吃演戏这碗饭，一个是长得挺漂亮的，第2呢她能哭的话有些时候确实很让人心疼。这个老太太呢，她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配角，她经常演那种恶婆婆，因为她可能确实也演起戏来这种形象是如此，而且有这种给人以这个固定的一个印象。但这部戏里呢，这确实演得不错，她就是外表就比较凶一点，但其实她内心很柔软的这么一个老太太。我记得有一场戏，这个小福星应该是饿得不行，然后这老太太就想给他吃的，但是呢他又觉得哎呀，然后他就把那个馒头给扔地上，他说我丢了，我不要，你自己吃吧，就这种感觉。他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这种人啊。这个小福星他有一个异能，比如说他去山上他就能捡到这个珍奇异宝，他来了之后家里就能抓到野猪啦，或者抓到一些野鸡啦，就是这种，他会给这个家带来福气，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整体的故事都比较流畅。另外呢，所有的坏人就是这个一开始对小福星不好的他的叔叔婶婶，最后呢其实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它可以反映了这个中国人一些朴素的观念吧，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下一部就是《正义之刃》。这部剧呢，我整体还是比较推荐，因为它质感非常的好，因为它存在一个什么竞选之类的东西，所以它整个设定有点像架空的一个韩国。这个男生他是因为他的父亲和母亲都被害了，对方呢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医生，他是骗穷人去做这个医疗检查，说是免费的，但其实呢你最后查出来有重病，然后我们有医学的东西可以帮你治，其实他是想把这些人的器官给挖走，然后卖给有钱人，他就是一步一步去处理这些人，他的节奏进展得很快。首先它的这个整体的质感很不错，妆造这个包括运镜有电影的这种质感。另外呢就是这个演员也很帅，他剧情推进的也很快，几集的时候就干掉一个这个 boss， 整体是非常非常推荐。下面我来介绍我觉得有趣的，但是呢这个有趣又带点吐槽。第一部剧叫做《爱意满乡间》，这个是本周新上榜的一部剧，女频甜宠逆袭情感。她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女孩家里让她结婚，她的妹妹抢老公还是啥的，最后呢她就想那就去嫁另外一个人，农村的。一开始大家都不看好，说你嫁农村哈你惨了，结果发现哇塞这个老公特别特别的有钱，而且他有钱且不自知，还帅且不自知。她的婆婆对她特别好，又是给金镯子啦，又是给粉红钻啦，家里又有好多好多田地，而且这只是她其中一个产业，她其实还有什么畜牧业、养殖业，估计还有其他乱七八糟产业，就巨有钱。这种感觉就特别搞笑，因为它太夸张了，所以我放在了有趣之列。我看一眼，哎，现在所有的剧睡觉也要带着妆。那肯定的。周时深，标准的言情男主的名字，就是有钱不自知的这个梗，我就觉得离谱。你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钱，但你不知道你这个钱你能买出来多少东西吗？反正就是某一种人的意淫吧。我觉得这部剧，你说她因为嫁了农村人，然后婆婆媳妇儿对她好，然后因为妹妹去跟她争那个有钱人，最后落得出家要破产那种下场，这种思想的传播就很离谱。我觉得她是在给大家伙塑造给女性一个暗示啊，你不要去太看重钱，你只要那个好好的相夫教子。不要去争，不要去抢，柔柔弱弱的啊，你就能得一个好报，你就能得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下面一部觉得有趣的剧叫做《末日冰封，姐姐们求开门》，这个是一部男频的剧，都市逆袭玄幻，也是本周的一部新上榜的剧。我觉得有趣的点呢，是因为末日这个题材大概半年多前还算是比较红火的一个题材，末日题材。
有什么末日冰封，什么末日火焰，什么全球巨浪席卷，就是这种基本上故事呢，就是大家开始囤物资，扮猪吃老虎的东西。但是这个剧不太一样，它是把这个末日题材这种扮猪吃老虎的，加上让家人后悔这个题材，把这个相结合起来。男主是在家里比较不受宠的一个被误解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他知道末日了，末日之前他就开始利用他的一个异能，就是他有个手表，这个手表有巨大的储物空间，通过这个异能呢去存储一些东西，然后呢在末日的时候家人就开始后悔了，就觉得原来你为家里付出这么多，大概是2种题材的一个混合版，所以我觉得是比较有趣，值得提出来说一下的。因为你说那个后悔流，他感觉好像所有的那个末日题材都会说让谁谁后悔嘛，因为报复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过得比他好，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末日一般都是逃不出这个后悔的这个设定的。我可能没有太理解你说的这个后悔流指的是什么吧，因为我看的末日题材至多是让前女友后悔，好像让家人后悔的可能我没看过，可能我看的没那么多。我下一部可看的剧叫做《重生》，带着妻儿走向致富之路。听说我成了反派白月光。下面是我来吐槽的剧，刚才第一部也说了，叫做《爱意满乡间》，它是有趣加吐槽。我的第2部吐槽的剧叫做《人生走马灯》，它的剧情是什么呢？就这个女的得癌症了，然后呢她就想，我这么爱我的丈夫，丈夫这么爱我，我一定不能我死了之后让我丈夫去牵挂我。于是呢她做了一场戏，看似被这个男人撞破了，她跟另外一个人出轨，然后呢这男人确实就误会了，就特别愤恨地离开了她。这个女人又碰到一个女记者，这个女记者说呢，她要做一档节目，她想翻红，她想在这个电台里出名，我想做一档节目。那这个女人说，你就拍我死前的种种吧，这样子呢帮我完成一些心愿。然后这个记者就如实的记录下来，在这个女的死了之后呢，把这些记录下来的东西再给她的老公看，然后老公就各种悔恨呐，哎呀，之前我这个女的对我是多么的好啊。所以这个就不太能理解，整个故事的逻辑就很奇怪。听你说完以后，我有一个特别大的不理解，这个女的她到底是爱她老公还是恨她老公？我觉得她可能是恨她老公。那不应该是我要折磨死你吗？那为什么我还要就是不让你去面对我的那个死亡呢？我开玩笑的，她跟她老公是很相爱的嘛。所以呢他就想，我这么爱我老公不是忍心伤害他，就是想要抄那个杨过和小龙女没抄明白吧，我不让你面对我死亡就抄了这么一点吧。人家的大逻辑是希望后面能够淡化，然后即使他知道了他也能够坦然的去面对他的死亡。这个编剧他只记住了一个不要让老公面对我的死亡，他只记住了这一点吧。我觉得他们当时做剧本的时候可能想融几个东西，他没有融明白。不理解，但尊重。42名是他应得的。Anyway， 我这边没有吐槽的了。我这边有一个吐槽，教官的失忆迷糊期。我觉得这部剧真的是一个既能恶心男人又能恶心女人的剧。讲啥故事了？我还在看呢。这个女孩和她的老公是类似于包办婚姻吧，然后她的老公呢就在部队里边隐瞒了这件事情吧。这个女孩就到部队里边去找他，然后遇上了男主。男主是一个很有背景的人，救了这女孩2次还是3次的。在火车上，这女孩跟他说了她丈夫的名字，结果这个男主到了部队以后，直接以训练笔试的名义给这个女孩的老公哐哐哐一顿揍，然后揍的时候说你是不是有老婆啊？所以他的受众是谁呢？我不知道。而且这个最离谱的是，后面这个女孩她老公还很受那个团长的重视，被那个男主打架打不过人家，被男主揍了以后呢，他又去找那个团长去告状啊。他是不是拍给男性看的呀？有权又有势。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我看完这部剧，我是觉得既恶心男的又恶心女。他失忆是什么设定啊？这个女的就莫名其妙的就跟着这个男主跑到这个部队里边。
然后他们两个不是在打的时候嘛，这个女孩就磕着了，然后就失忆了，就这么一段恋情啊。说白了就是女主寻夫寻到了部队，在部队里边不小心受了伤，磕着脑袋失忆了，把她曾经的丈夫忘了，又和现在的这个男主又谈了一场恋爱。因为也是包办婚姻，她老公又不承认她，结果她在部队又找了一个有钱有权有势，好，这肯定是给女的看的，不用想了。她那个原配肯定很生气，肯定很后悔嘛，对吧？哎呀，原来我老婆是这么的好，我咋就没看出来？但是他老婆好不好，是因为他老婆有一个更优秀的人去追他，跟他在一起来显示的，而不是因为他老婆本身好，对不对？对，这个逻辑就很蠢。对啊，这个男的是在部队，就是你写反派可以，你可以是个渣男，你不承认你现在的老婆怎么样，但你是在部队，你打不赢，你去找长官告状。我真的觉得这真的是，但我觉得他也胆子也挺大的，敢写部队这块东西，而且居然拍了133集，我的个妈呀，真的很奇怪。反正扒开这个逻辑就是这样嘛，还是一个换了一个年代背景的这么一个让老公后悔的剧嘛。让老公后悔的原因是因为他谈了一个所谓的更优秀的人，后悔加上甜宠这么一个糅杂体，放在了70年代吧。我觉得如果放在海外效果肯定不好，这个文化差异啊，包括价值观差异都差挺大的。从本周榜单来看，红果平台因其用户群体偏年轻化，上榜作品普遍更具创新性和网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各平台间的榜单重合度仍然较高，付费内容和免费内容的差异化特征尚未完全显现。按照目前国内每天超100部的短剧产能测算，这种同质化现象应该很快就会被打破，毕竟市场永远在追逐新鲜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以上就是本周的短剧行业观察，你们最近有看到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短剧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交流，记得点赞关注哦。